本频道终于突破1000订阅了。大概在去年这时候呢，本频道的订阅数大概只有50人。然后经过1年的努力之后呢，终于突破1000，也算是达成一个小小里程碑。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有2件。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进行1000订阅的 Q&A。虽然说对很多 YouTuber 来说通常都是1万啊、10万，甚至100万才会做这种 Q&A。但是我想呢，对我这种小小的 YouTuber， 我不做1000订阅的话，以后应该是没有机会做了。然后第二件也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抽出一把键盘送给大家。然后这把键盘呢，并不是普通的键盘，而是一把我亲手组装的键盘。今天把这把键盘组完之后呢，我会从 Q&A 提出问题的人当中抽出1位，然后现场把这个键盘送给大家。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只是一个人思考，一个人决定。所以就让我们来开始这个一镜到底的 Q&A 吧。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顺便来开箱我们这次的套件。请问就是什么时候踏上键盘侠这条不归路的？其实呢，会开始玩键盘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呢，我决定要开始拍 YouTube 影片，所以那时候呢，尝试各式各样的主题。其中一个主题呢，就是我要练打字，因为我觉得打字打很快很帅气这样子，所以我就找一些影片啊，开始教你如何打字打快一点。然后其中有人提到呢，就是要使用机械键盘，因为可以让你打字的体验更加的好。所以后来呢，我就买了一把机械键盘。不过呢，到最后呢，我打字还是一样慢，但键盘已经越买越多了，所以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次呢，我要送出的键盘就是来自佐雅的 GMK67S。为什么会选择这把键盘呢？就是因为太多人有来问这把键盘。不过呢，由于现在键盘产业内卷化的关系，现在买套件的 CP 值已经不是太高了，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没有买。不过直到这一次我决定抽键盘的时候，我就决定好要买这把键盘。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开箱这把键盘，顺便回答第二个问题。想问Joe对于键盘代购是否有兴趣？请给我们懒人粉丝一点一清方泽的机会吧。其实从大陆买键盘呢，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碰运气。虽然事先呢我会做很多功课，不过很多时候呢只能凭运气，不要翻车这样子。传输线、拔键拔轴器，然后说明书就没有了。虽然说现在大陆的键盘都有保固，不过呢身在台湾其实要送修起来其实真的非常麻烦。所以这次我们开箱套件呢就是来自佐雅的 GMK67。这个 S 呢相较于之前版本多了这个小萤幕，是一个65% 67键3模的键盘。好，顺便呢让我们来回答第3题。请问最满意的一把键盘？是我买过的键盘已经超过80把了。究竟哪把键盘最满意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看我最后留在手中的是哪几把。其实我键盘不多，但是呢我大概每个配列会留一把我最喜欢的，当做我个人平常使用以及收藏。从轩最小的60%，这把呢是我之前老婆组给我的 QK60， 会留下它呢就是老婆组给我，我哪敢把它卖掉呢？接下来呢是65%，这把来自维卡的 Recall Alice， 上手里是波奇轴，搭配我就是觉得非常好看的落日竹雪，非常特别呢，我时不时会拿出来玩的键盘。然后是75的配电，最后呢我在与75以及 Hi8 中间，我最后选的 Hi8， 这把就是我最近入手的电泳黄。然后我觉得外形非常好看。然后80% 的部分呢，这把是 Sud 80的亚克力版本，它里面使用的是 Mr. Sud 的内胆，放上什么样的外壳都有非常好的声音跟手感。这几把键盘呢是目前我手上所用的键盘，每个配列都各一把。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下我这次要使用的轴体。这个轴体呢是来自于嘉大龙的 CJ 轴，这个大概是我1年多前买轴体。那时候我正在存钱买我梦寐以求的键盘，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太多钱，所以轴体键帽跟键盘要分开来买。但是到现在呢，我依然没有找到我心目中最理想的键盘。然后我喜欢的轴体在这段时间以来，其实也不断在改变。不过呢，这轴体对我相当大的意义，因为这是我进入客制化键盘第一步的轴体。好，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来上轴吧。好，下一个问题，就现在脑海中浮现最适合推荐给入门者、进阶者、专业者3种不同人群的键盘，分别是哪3把？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推荐给入门者的键盘，个人呢觉得最适合初学者的键盘，大概是在1500块台币左右的价格。我个人建议呢是买那种塑胶的成品键盘，厂牌不外乎就那几个卷王键盘。有狼蛛、VGN、RK、麦虫，基本上买他们家几个卷王键盘是绝对不会错的。如果呢你已经买过一把键盘了，想要进阶的话，我建议呢是买2000块到3000块左右的量产铝合金键盘。个人呢比较推荐的就是 Hi8 与75，还有 Infi 100这样子。至于适合专业者的键盘呢，基本上我也还没那么专业。如果你是专业的玩家的话，你应该不需要我提供建议，你应该都知道自己要买什么。好，下一个问题，恭喜破千，想了解是怎么样和家人沟通，愿意让你花这么多钱在键盘上。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常常被老婆念买太多键盘，所以呢，我暂时得到的解答就是那3个字：断舍离。所以大概就是键盘是控制在一只手数得出来之内，也就是我刚才介绍那几把键盘，留下自己觉得最满意而且真的很喜欢的。至于其他呢，就把它卖掉。然后呢，我特别喜欢卖给认识的人，至少想念那些键盘的时候，我可以拿回来看一看。好，下一题，恭喜你最欣赏、最想合作的 YouTuber 是谁？其实我一开始关注键盘呢，主要从国外的
YouTuber 开始，像是那个 Hipio， 还有 Switch and Click， 还有 Glasses、Squash Boy， 都是我开始玩键盘的起源。然后在台湾呢，我有在关注的就是那个 Secro 阿皮，然后还有 YC 或是独林也不错，都希望终有一天可以合作这样子。不过呢，除了 YouTuber 之外呢，其实我最想合作的是来自中国大陆那边的 UP 主，因为毕竟呢，世界上键盘99%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像我之前跟气质托马老师有那种联合的直播，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世界上玩键盘玩最凶的国家，其实真的是中国这样子。好，周题都组装完了。然后呢，这一次我们使用的键帽是我网络上收来的，应该是郁金香，它是 PPT 热升华的键帽。好，所以下一步就让我们来上键帽吧。嗨，下一个问题，请问Joe是做什么性质的工作？跟老婆是怎么认识的？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我大学是读心理系的，但是我后来转行，现在我的职称上面写的是工程师，主要做的是产品的设计验证，完全是跳脱我大学时所学的专业这样子。然后跟老婆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我跟我老婆呢是在澳洲打工度假时候认识的，对，大概是10多年前的事情。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就看起来不像38岁大叔，请问是如何保持如此年轻的外貌跟心态 ？PS 老婆很美，希望能多多出现。说我现在觉得我也不是很年轻了这样，不过呢，我平常有运动的习惯，主要是慢跑跟一些基础的肌力训练。然后心态的部分呢，我觉得我做的事就是平常多跟孩子相处，并且在生活工作当中给自己一些目标跟挑战，给自己有不断学习成长的机会。我觉得这心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好，下一个问题，蛮好奇就为什么要拍机械键盘这种主题的评测，在台湾很少，为什么会想做机械键盘这个主题？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目前台湾还没有什么人在做这件事情。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什么竞争同业。由于呢，我拍片以及摄影的技术其实不是太好，其实很难跟那些科技产品的 YouTuber 做竞争，所以呢，我选择相对小众的一个题材。可以这么说，既然当不了第一，那就来当个唯一吧。并且由于键盘在台湾目前还是个蓝海市场，未来还有很多上升发展的机会。因为我听过有人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没有能力赶上火车的话，那就待在原地等下一班火车的到来。所以我要做的事呢，就是在等待这个浪潮，继续坚持我目前在做的事情。还有下一个问题，我最近也想开始拍键盘，请问怎么开始第一步的呢？开始第一步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按下开始录影键就对了。因为俗话说得好，万事起头难。或许你可以从拍摄打字印开始，你什么都不用讲话，就拍打字印就好了。或是你可以像一些人，只要露手就好了，完全不用露脸。然后我觉得拍影片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不断大量的练习。因为我在摄影界听过一句话，就是你要如何拍出一张好照片，首先你要先拍出10000张烂照片。非常大量的学习跟练习是进步的不二法门。就像我一开始拍的影片，简直是惨不忍睹，我到现在都没有勇气回去看我一开始拍的影片，因为真的很烂。然后我 po 上 YouTube， 我真的希望全世界没有人去点它，因为我觉得实在太丢脸了。虽然说现在的影片也没有拍得多好就是的，不过至少还有勇气回去看它。所以对我拍影片来说，我觉得实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毅力，反复不断的去练习，去拍影片，去上传影片，并且努力坚持下去。我现在本人呢，也还是在学习道路上。我相信呢，我的第200部影片绝对会比这部影片还要好得多了。好，最后今天要送出的键盘组装完毕。相较于之前版本 GNM67 来说，它外观上有获得非常大的提升。首先是它多了这个 LCD 彩色的小萤幕，以及这个2.4G 接收器的收纳仓。然后这小萤幕呢，可以呈现时间、连接模式、各式各样的讯息。我个人觉得它的质感跟做工都相当不错。然后最后就是它外壳注塑的质感，虽然说称不上高级，但摸起来其实还算舒服的。然后再来说说它缺点的部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多了萤幕及收纳仓，所以你基本上你使用功能键只剩下2个，实用性会大大的受到限制。然后再来就是它大键。基本是完全没有润滑的状态，到手之后还要调整一下。不过呢，如果你喜欢它小萤幕以及方便携带的特性的话，刚好呢你也喜欢它的外观，个人觉得你还是可以买来玩玩看的。这次搭配的是我首任的加道龙 CJ 轴，配上这 PPT 热升华的键帽，打字起来的手感以及声音都相当不错，所以这把键盘将送给那位幸运的观众。好，最后呢，让我们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顺便来总结这部影片。这个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好朋友小文，恭喜订阅破千，想请问Joe有没有想要入手但是还没有入手的键盘？
为什么？我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的。其实就是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我真的入手太多键盘了。到大概20-30把左右的时候，其实当时发现呢，一直买键盘并不能带给我更多的快乐。因为后来发现呢，这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兴趣都是来自于人，而不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机械键盘是一个兴趣，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有时候呢，我会觉得键盘是一个孤独的兴趣，在我日常生活中能跟我聊键盘的人几乎是没有的。但借由不断的拍影片以及直播呢，我结交到各式各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虽然很多人我都没有见过你，但是我们同样呢有着键盘的嗜好以及兴趣。借由键盘呢，能让我以及荧幕前的你产生了连结。对我来说呢，才是玩键盘最大的乐趣。所以呢，我也会继续再接再厉，分享更多我喜欢的键盘。这一年来，感谢大家支持与鼓励。我是就是爱键盘的Joe，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